买房流程简单说，终于到最后一个单元了，那就是选择经纪人。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选一个合适的经纪人来服务你。我把这个题目放到整个系列的最后一个影片里面，目的是先让大家能够了解买房过程的复杂，这样才能够意识到说找一个专业经纪人的重要性。当然，如果你是要在洛杉矶买房的话，欢迎直接联络我们的团队，我们会带给你满意的服务。但是如果你是要在别的城市寻找经纪人的话，那这一个影片会带给你帮助。买房经纪何处寻？几个方法。第一，请亲朋好友介绍，也就是所谓的 recommendation。问自己说，我在这个城市买房，我在当地有没有认识熟悉的人？可否请他介绍合适的经纪人给我？这是寻找 agent 最好的方式，因为如果亲友认识也满意这个经纪人的服务的话，那8、9不离10，这一位 agent 也会带给你满意的服务。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问当地教会的牧师。如果在当地你没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可以介绍房仲给你的话，那你就 Google 找当地的教会，请牧师介绍经纪人给你。这样做呢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因为牧师认识的人是比较多，所以基本上都会认识几个 agent。第二个呢，牧师和经纪人比较不会有利益上面的往来，不会因为要拿介绍费就草率的介绍一个很烂的房仲给你。第三呢，牧师是比较愿意帮忙的，因为在教会这样子的信仰上面的理念就是要彼此帮助。你说康比，这个是你个人的偏见，我不同意。当然我有偏见啊，这是我的 video， 我当然有我自己的 bias。我本身呢在教会里面服侍了14年，也对其他的牧师有一些基本的信任。我有些客户也搬去别的州，然后呢就是直接联络了当地的牧师，请他介绍经纪人。到目前为止都顺利买到房子，没有出问题啊。所以在没有认识任何亲友的情况之下，在一个新的地方找牧师，当地的牧师，我认为是最好的方法之一。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直接在网络上面找，在不同的城市，在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到当地经纪人的广告。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找有拍影片的经纪人，比如说我咯，因为你可以借着他拍影片以及影片的质量，了解他做事的态度，以及借着他的影片，从他的谈吐举止认识他这个人。我们常常呢在电脑上面看一些名人、网红或者是电影明星，久而久之就感觉说跟他们很熟悉，但是他们可能完全根本不认识我们。同样的，我们在网站上面看这些经纪人的影片，久而久之就会了解他们的个性、为人处事、做事方式，进而帮助我们决定要不要跟他们合作。当我们用这3个方法找到经纪人后，还要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如何过滤经纪人呢？也有几点要注意。第一，这个经纪人是否有快速的回复你？这个经纪是否有在8小时之内回复？不要讲8个小时啦，我们常常半个小时就回复了。若是他常常习惯性的超过8个小时才回复你的话，那你就放弃他，找下一位。因为快速回复客户是经纪人必须要有的特质。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半职 part-time 的经纪人，也不是一个全职 full-time 的经纪人，我们要的是一个超职 overtime 的经纪人，随时随地都要回复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经纪人是否让你觉得舒服，他的背景、学历、气质、个性等等是否与你契合。因为在交屋的过程当中，包括经纪人带你找房子的这一段时间，通常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经纪人呢，必须让你觉得舒服，你可以跟他相处，不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你跟一个话不投机的人沟通会很别扭的。最后呢，这个经纪人呢，是不是对你实话实说？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忽悠，尤其在买房这种大事上面，你必须要找一个诚实的经纪人。方法就是在看房的时候呢，要问他这个房子的缺点是什么啊？去一个城市要问他说这个城市的缺点是什么啊？看他怎么回答。
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完美的房子或者是城市，所以经纪人若是不隐瞒的把这些缺点全部讲出来给你听，那就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些诚实的。比如说你问在洛杉矶 Fontana 这个城市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回答说那边的风很大。Ontario 安大略这个城市的缺点是什么呢？我就说这边马路不平，常常开车的时候砰砰咔咔砰砰咔咔都要抖来抖去的，一定要看这个经纪人有没有把这一栋房子或者是城市的缺点讲给你听。所以买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一位合适的经纪，因为买房的成败常常是取决于经纪人服务的品质。所以现在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买房要找谁做我的经纪人？顺带一提，买房经纪的佣金是由卖家来支付哦，所以帮你买房子的经纪是不会收你费用的。这是买房流程简单说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要记得把这几个影片的内容跟有需要的亲朋好友分享。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康比，下次再见，拜拜。